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金佛在手，富得流油的发大财手相。一个人的手掌与自己的财运有关，因为承载着一个人一生的好运和厄运。有些人手相好，生来就富有，而有些不同，即使是在奋斗一生也无济于事。也有些人在早期运势差，但中年后财运大翻身，事业有成，名利双收。一财库大，如果三秋都饱满，命中多财库，而且财库非常饱满，这个人是十足的财迷，但他们爱钱，但并不贪婪。这种人不吝啬于与他人分享财富，许多人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朋友多了，比别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总是尽快得到机遇，然后赚很多钱。水星丘饱满的女性也非常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水星丘是指我们小指下的一小块区域，如果水星丘中心是饱满，这也表明这个人总是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本来水就足以代表桃花、情感和缘分，所以桃花也叫仙池。二、贵人运旺，三秋饱满的人之贵人运非常旺盛。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会得到帮助，渡过难关，这将导致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果他们有好事情，不会独自享受，也会感谢和酬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因此也会一步一步的有好运，这使他们贵不可言。三、偏财运旺，三秋饱满的偏财运非常旺盛，这种人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不管他们是投资还是理财，都会得到很多回报。他们的智商很高，如果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的，因此这种人将利用一切工具为自己创造无尽的财富。四、钱能生钱，手相三秋饱满的人贸易脑筋非常的强，他们很善于开掘商机，在事业上经常是他人的领头人。这种人不屑于那些蝇头小利，要赚就要赚大的，老是会找个各类机会赚更多的钱。他们善于理财投资，老是可以钱能生钱，把钱越赚越多，富甲一方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拥有饱满金星丘的女性来说，异性缘往往很激烈。拇指升起的小地方在手相学上叫金星丘，隆起中央的金星丘呈现出凸起、隆起，这表明这样的女性总是很受欢迎，因为她在生活和任务中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和保护。因为金星丘代表着热情和魅力。第二，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女人手握川字和凤眼，注定一生财旺富运旺。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在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再比如说，他们可能还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一、女人富贵手相。一、财运线身。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她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都是极为可观的。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最终必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溢。二、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有钱。三、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
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滋润，令人羡慕。4. 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贵人缘相当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5. 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收益，大吉大利。6. 掌厚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7.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8. 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得祖辈帮衬。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福之人。9.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的，也能很快发家致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10. 手指圆润。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在手相学里面，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而且家大业大。
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同时，她们勤奋简朴，懂得体谅别人，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天塌下来都不会怕，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此外，她们祖先比较有钱，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就算结婚也能得到娘家的帮助，非常幸运。第三，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一、食指上有3约纹，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指节纹有3条，则叫做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婚后生活富足无忧，有个会赚钱的老公，她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二、手掌钱财纹多。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也称为理财纹。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纹多，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广，工资收入非常稳定，丈夫每个月也会上交工资，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金额绝对十分可观。好了，今天的分享，这12种抓财手，一种比一种富有。手相学又称掌纹学、手纹学，香港人叫做掌相学，是古代的一种相术，与面相、骨相、气相等等合为4大相术。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大小和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一起和小酱汁来看看具体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生来会抓钱吧。一、财运线清晰可见。财运线又被称作是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在手相学中，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也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而是要清晰可见，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精明强干，赚钱的门路又多，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赚钱超级厉害，从不缺钱花。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无论自己多有成就，都不会瞧不起人。二、成功线伸长。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即朝向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那么成功线笔挺身长，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一般财运都特别好，运气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最后都能获得成功。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一辈子衣食无忧，吃穿不愁。三、大拇指厚实。大拇指为五指之首，在手相学上是代表了父母和祖上。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下节且代表母亲。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且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大拇指厚实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聪明，学东西很快，又有事业心，而且财运很好，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大拇指粗长有肉，显得比较圆润的人，也是属于好的手相。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贵人运很好。再加上自身能力强，财运好，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
4. 手掌厚实红润。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一般手掌厚实的人，财运和事业都特别的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他们头脑聪明灵活，充满智慧，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那么手掌厚实红润的人，既是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而且偏财运也较好，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的抓钱的手。有这样手相的人，在财富方面运气尤其的好，生活富裕，事业有成，是属于富贵的手相。5.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事业线是起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又名玉柱线、命运线。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学业有成，工作顺利，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如果将往此前发展，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儿，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而且他们一生财运较好，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6.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在太阳丘，也就是无名指下方有许多细小的纹路，属于财运旺盛，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诚实稳重，口才又好，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善于理财，对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天赋，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财运就会更好，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7. 水星丘上有星纹。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首先来说，水星丘上出现线纹主要就是婚姻线，也就是说，水星丘上有星纹，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之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也可能是嫁给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总而言之，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8. 手上有元宝纹。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像一个梯形。元宝纹越大，就代表此人财运越旺，很有赚钱的天赋。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9. 手掌心有财库纹。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自身能力也强，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10. 婚姻线上有财库。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财富以及幸福。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此外，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汽车，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11. 手掌中钱财纹比较多，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
附近的细小横纹便是钱财纹。这一线纹算是手掌中的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偏财运就越为出色。较多的钱财纹代表着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象征着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此外，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也能够有着不错的收入。12. 男手如蛮，女手如柴。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男手如蛮，女手如柴，也就是说，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女人的手要像枯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称为手质。譬如目前人气很高的影星黄轩，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被广大粉丝称为胖手。这一特征与他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有些人称她有一双白骨爪，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当看人时，准确地判断他的手质，对这人八字财富数量的大小能起到辅助参考作用。相信不少酱友正在仔细地看自己的手，不过手只能决定一部分，重点还是在我们后天的努力。如果不上进心的话，即便有财也会很快败光。讲手握三角令旗纹的人，财富无边，命运显赫。手相一直是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人们对于手相能够揭示未来的神秘力量充满信仰，这使得许多人都愿意仔细观察自己的手相。在众多手相中，三角令旗纹是一种独特存在，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对这个手相纹路的实质了解甚少。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探索三角令旗纹在手相学中的真实含义，它是否蕴含特殊解读，以及它是否与个体的天命有着深刻联系。三角令旗纹作为手相中的一种独特纹路，引发了人们的好奇。这个手相是否有着独特的解释，以及它是否承载着个体天命的信息，是许多人迫切想了解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三角令旗纹的解读，我们或许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个神秘领域，以及手相如何向我们展示未来的走向。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三角令旗纹是什么手相？三角令旗纹是手相中一种由几条线构成的三角形纹路。手相学认为，手掌上不同位置的三角令旗纹常常具有不同的寓意。例如，如果三角令旗纹出现在生命线上，这可能暗示着个体在为人处事方面具备较为圆滑的本领；而若三角令旗纹出现在手腕线上，则可能表明这个人将会在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三角令旗纹手相的命运。财运三角令旗纹是一种由财运线组成的特殊手相纹路，这种纹路具有深长而清晰的特点，由3条财运线起源于水星丘，然后向下延伸至手掌心，其中一条财运线与智慧线交汇，再向下与生命线相交，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三角令旗纹。如果这个人的手掌厚实、踏实而肯干，同时福禄深厚，再加上代表财富的三角令旗纹的相助，那么他必定一生中不会缺少财富，家财将是万贯之多。这种手相的配合似乎为个体带来了丰厚的财运，将他们的财富积累推向一个井喷的局面。这个人不仅具备了实际的工作才干，而且拥有厚实的手掌，这或许表明他在事业上的稳定性和坚实性。同时，福禄深厚的福报似乎为他铺设了一条通向财富的康庄大道。三角令旗纹的存在，则被视为财富的象征，象征着不仅有财富的机遇，而且能够成功地把握住。这种协同作用似乎为个体的财富运势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其财富不断地向前发展，可能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手握三角令旗纹，富贵无边。富贵三角令旗纹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手相纹路，
它由生命线、智慧线和财运线两相交，形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图案。这个独特的手相图案象征着个体的财运非常强大，金钱很容易在他们身上聚集，财气丰隆。根据相学的解读，这独特的手相纹路预示着个体的身价可能会达到亿万级别，仿佛富贵无边。这罕见的富贵三角令奇纹似乎为个体带来了卓越的财富运势，使其财富积累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水平。富贵三角令奇纹是一种罕见而特殊的手相，象征着不同寻常的财富机遇。这样的手相纹路或许意味着个体在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具备了与众不同的优势，其身价有望达到亿万级别，财富仿佛无穷无尽。这种独特的富贵三角令奇纹似乎为个体铺就了通往富贵之路，使他们在财富的积累上表现得异常出色。4. 普通三角纹和双重三角纹。在手相学中，有一种被称为普通三角纹的手相图案，它在手掌心形成一个大而端正的三角形。这类三角纹虽然标准，却也因为其普通而表明此人具有端正的品行。根据相学的解读，这种手相预示着个体的财运相对较好，尽管不是大财运，却也不断有小财运的涌入。他们或许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但也能够衣食无忧，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这普通而标准的三角纹似乎为个体带来了适度的财运，使得他们能够在生活中享受到一些小财富的回报。尽管不是富甲一方，但他们依然能够安居乐业，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无忧。这种平和而实际的财运状况，或许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的各种变幻时更加从容自在。这普通三角纹的存在象征着适度的财运，虽然不是财富无穷无尽，但也为个体创造了一个相对宽裕的经济环境。在这个平稳中，他们或许更注重安逸与舒适，享受着小财富带来的愉悦。这样的手相特征或许反映了一个人对于平凡生活的满足，以及对于适度财富的理性追求。5. 双重三角纹。掌心明堂内的双重三角纹及内嵌三角纹是一种在手掌上独特而罕见的手相图案。这特殊的手相纹路预示着个体的财运非常丰隆，大财运时有发生。这种三角纹不仅位于掌心的明堂位置，而且内部嵌套着大小两个三角形，它们紧密相贴又内嵌其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手相形态。据相学解读，双重三角纹的出现代表着此人的财运丰隆，外财源源不断，而大财运更是有望发生。他们的身价可能轻松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金钱似乎不再是问题。这样的手相图案仿佛为个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运势，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一个相当显赫的层次。这特殊而独特的手相纹路不仅清晰展现了财富的丰盈，更强调了个体在财运方面的独特优势。这样的手相仿佛是个体在追求财富和成功之路上的有力支持，它象征着财富源源而来，为个体创造了独特的财富机遇。这种独特的手相纹路可能还意味着个体在财运方面拥有独到的天赋和优势，为其在商业、事业等方面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手相如同一面璀璨的旗帜，引领个体驶向财富与成功的航程。通过深刻理解这一手相特征，个体或许能更好地把握财富机遇，实现在财富积累和事业发展上的杰出表现。6. 手相纹路与财富的综合作用。手相是破解人运势、财富吉凶的重要线索，而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的财富状况，需要考虑手型、纹理和符号的综合，三者的相互关系才能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画面。首先要观察手型是否得体相配，这是解读手相的第一步。接着关注主线纹理的伸长情况，看是否有杂纹或不利符号的出现。最后要细看是否存在吉利符号来助力运势。当这三者齐全时，通常预示着一个人可能是大富贵之人，若其中两者占据，中富贵的可能性增大，
而如果只有其中一个方面得到体现，可能仅是有钱人。当三者皆无时，往往代表着一个人需要通过辛勤的劳作来挣取财富。然而，个人的命运和运势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手相的因素外，还需考虑到相面和所处环境的风水等因素。当然，个人的勤奋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有着良好的天赋并付出不懈努力，才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手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的成功来自于多方面的努力和机遇的交汇。不论是财运三角令奇文、富贵三角令奇文、普通三角文还是双重三角文，握有三角令奇文的人似乎注定了将拥有丰盈的财富和显赫的命运。手相纹路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通过全面考虑手相的特征、纹理、符号以及周围环境的风水，我们可以推测一个人的财富状况和命运轨迹。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手相提供了重要线索，最终的成功仍然需要个人的勤奋努力和充分发挥天赋才能够实现。手握三角令奇文似乎象征着一种财富的源源而来，以及命运的显赫和卓越。不同类型的三角令奇文可能预示着不同程度的财运，但它们都是手相中富有象征意义的纹路。然而，我们要明白，手相只是决定个体命运的众多因素之一，无法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真正的成功需要个人在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和努力，才能够拥有双鱼纹之人。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手相纹路。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指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手掌中出现的半弧状的交叉纹，形状像一个鱼形。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文采出众，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有这样的掌纹的人往往能力过人，才华横溢，智慧超群，而且运气很好，一般都能成为行业中的成功人士。成功以后，房子车子不在话下，是属于有名有利的人。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红润，掌纹细腻，那么这个人官运好，依靠自己的努力会踏上官职。二、拥有玉颈纹之人，一般的颈字纹都是比较小的，由小杂纹和小细纹构成。这样的小颈字纹运势有多大可想而知。那么玉颈纹就不一样，玉颈纹是由双事业线和太阳线、财运线构成，形状大，运势也大。手相玉颈纹之人，事业运势很强，步步高升，绝非池中物，一飞冲天，指日可待。手相玉颈纹之人，百年难得一遇，学习时期就是天之骄子，颇有惊人才华，工作后注定会飞黄腾。假如在您的手相上有玉颈纹的话，成年后事业运势很强，步步高升，并非等闲之辈，事业成功指日可待。手相上有玉颈纹之人，百年都难一遇，年轻时上学期间就是天之骄子，颇有惊人才华，工作后注定会扶摇直上，必定是富贵之人，可喜可贺。三、拥有元宝纹之人，这个纹路才是真的元宝纹。它是由杂纹、生命线和智慧线，或者由财运线搭上事业线形成的纹路。如果同时掌形丰厚，颜色红润，手型端正，那么元宝纹的运势才能够得到彻底的发挥。掌中有元宝纹，早晚都能富，生命线和智慧线可以称之为手掌上的天地双纹。看命运好不好，运程顺不顺，多数就是看生命线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而如果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位于掌外，分叉纹路有几条，就表明一生财路有几条，延伸的越长，就表明钱财越多。这样的人生来含着金汤匙，此生注定横财不断，通过生意发家者也大有人在。手心元宝纹，四角不漏，属于大财库。一般来说，元宝纹代表有强的聚财能力。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元宝纹配合好的感情线，
手心元宝纹更大的作用在于旺夫之财，说明你是你丈夫的贵人，婚后可帮助他提升运势，事业更加顺利。第二，40岁前有望暴富的手相，你的手相如何？十指连心，可见手对于身体是何等的重要。自古以来，我们从手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直到现在，中医学中还在沿用。例如，在消化科方面，可以通过看手掌有无肝掌来断定有无肝硬化。这样看来，学会看手掌还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哪些人的手属于卧财手，40岁前有望暴富。一、人缘线。人缘线位于小鱼际处，向着手心方向延伸，通常有1条或者2条、3条。如果一个人的人缘线不仅向掌心处延伸，而且还顺着中指向上走，则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会在婚后发富，也许是丈夫有潜力，也许是爱人能力强大，能相互扶持，走向富贵。二、生命线。生命线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主管生命的线。如果线路顺畅且清晰，代表的是身体健康，有高寿的寓意。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的起点位于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中心，然后分2条线向下走，而且都还清晰可见，拥有这样手相的子，命中的财富也是数之不尽，而且不动产有很多，多属于成功人士。3、财运线。理想的财运线如同针一样笔直延伸，并且不受障碍线的阻拦。出现这样的财运线，意味着收入稳定，有存款、有证券、不动产等资产渐渐增加，没有大难大灾，事业稳定，走入正轨，能过上较好的稳定生活。4、事业线。事业线又名冲卦纹、土、水行长财称之，冲天纹、玉柱纹、天喜纹、纹笔等，在西洋手相学称为命运线。它的起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终点必在中指下的土星丘。事业线的起点不同，而会有不同命运开拓性的形。手中的事业线从智慧线上开始，为大器晚成。这类人在中年后才开始起好的事业运，事业上才能步步高升。5、断掌纹。拥有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所以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一般比较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利于事业发展。对朋友亲情感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那是更好。很多有名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第3，手相能看出轨外遇信息。婚姻线顾名思义，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婚姻运势与走向。婚姻线外形的好坏，也体现出命主的婚姻运势特点。如果手中的婚姻线延伸至金星丘，那么其人在结婚之后出轨的概率相当高。有这种手相的人，可以说是天生的多情种。这样的人不但对于爱情容易缺乏忠诚度，对于墙外桃花也毫无抗拒能力，经不住诱惑，甚至期待多方面的感情。这样的人婚姻比较难以和谐和持久。3线同源，即感情线下垂，与智慧线、生命线连结在一起，则其人在感情与理之间常混淆不清，因而做出傻事，以致男女之间麻烦事很多，事后又追悔不已。此特征的人称为感情糊涂型，因为感情线压在理智线上，导致感情用事而不顾理智。失去理智的婚姻当然会弄得一团糟。感情线与智慧线之间出现很多交叉符号时，也往往亦有外遇，并且亦有多段外遇。相对较轻或短暂外遇，
但极有可能会外遇多次的手相。两条婚姻线极其靠近且长度不一的人，表示会在三角恋爱的关系上发生问题。如果上面的线较长的话，表示在结婚前会跟其他异性发生关系。相反的，如果上面的线较短的话，表示结婚后会跟其他异性发生关系。有3条婚姻线的人，这样的人主爱情复杂，贞操观念薄弱，且容易流于风流和多情。但若是智慧线好的话，说明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因此就会可以避免与对方发生纷争。婚姻线特多4条以上，这样的人婚姻上特混乱，没有一个能让他留恋的婚姻，享受肉体的乐趣多于精神。因为他是一个频欲的好色之徒，所以很难过健全的家庭生活。感情线下垂弯曲且长度较短，一般有这种手相的人，自我意志能力较弱，有吸引异性的本能魅力，对异性容易一见钟情，不计后果。在开始一段感情时，热情冲动的他们很容易爱上对方，也极其投入，犹如烈火一般激情燃烧。可是当时间一长，最初的新鲜感过后，双方的感情会被淡化，也就变得不再稳定。一个新的诱惑很容易就会使其见异思迁。轰轰烈烈的爱情才是他们飞蛾扑火的原动力，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爱情都不会长久。手上突然出现这些纹路，预示旺财运来临。手相是不断变化的，当快有财运时，有些人的手纹就会发生变化。逼天居士提醒，如果手上突然出现下面的这些纹路，那大多预示财运即将旺起来。一出现了星纹，太阳丘、无名指根部或木星丘、食指根部这2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的话，也是一种偏财运旺的表现，代表其人很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赚来财富。所以出现了这个星纹，代表了你的财运会来临了。2出现了多条财运线，在手相中，将手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或水星丘、小指根部处出现的数项纹路称之为财运线，其与个人的财运收获、运气、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逼天居士观察到很多人在年轻没有财运时，这里的纹路会比较少，而到中年财运变好时，这里的纹路也是相应的增加，所以这里财运线变多了，财运就来了。3出现了十字纹，在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代表亦有意外之财到来。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通常你如果发现你这里的纹路出现了，那就代表了你的财运来到了，钱财变多了。4出现了不动产纹，手中有不动产线的人，可能会有很多房产，不管是赠送还是自己挣钱买的。如果有多条不动产线，这样的人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财运会旺起来。5出现贵人纹，手相中出现有贵人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势相当旺，不管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都容易得朋友、领导的帮助赏识。这种手相的人容易有贵人青睐，不管哪个行业会有靠山，自然财运也是没问题的，发财是个早晚问题。6出现了财富纹，这个纹称为财富纹，这个纹不管男女，一旦有这种纹路，各个方面都会表明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富贵之命，就是后天经过一番努力会成为发家致富之人。一生命途相对比较顺利，这个纹也是变化的。第2手有米子纹，富贵到永久，准得吓人。第1个形体，手后肉多有福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且擅长掌，干事有方案，节状稳重，属于官运之长相。掌脖长长指短，即使其他纹线再好，也无官之相。掌后背圆，一世好风光。也就是说，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
掌心掌背都肉多，摸起来温暖和踏实。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龙虎相配富贵人，手掌后10手指饱满，手相中手指为龙，手掌则为虎。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只可龙吞虎，不成虎吞龙。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第二个，符号，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生平不劫钱财。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中指，事业不变。太阳线较着，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小指财运线较着，财运丰隆，手有余钱。第三个，纹理和符号均配，宜这位女士明堂低洼，八卦丰隆，并且玉柱纹清楚了然，线过两桥，一闹事业不变，财运丰隆之象。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子纹，古相书言手有米子纹，富贵到永久之说。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一样平常呈如今掌丘或掌心时，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随意获得横财、外财或不测之财。第四个，玉柱纹清楚直上，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事业线的长势好，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婚姻幸福，钱财充足。事业线又称命运线，其笔直向上延伸，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其人事业心很强，干事有气概气派，且率领力很强。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则其才能出众，常有贵人护助，并且福泽很大，仕途中官运利势。第四个，手相重纹理、符号、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由于相不独断。其次还有一种就是长色苍白，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长色苍白不劫钱，福禄寿三宫高凸有弹性，事业线清楚直上，事业有成，钱财充足。第三，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飞冲天赋，好命。一、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常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二、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三、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四、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五、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
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6. 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7. 三才纹。玉管照神局。三才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三大主纹，是掌中三才。这里说的三才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才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才纹俗称川字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10. 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11. 六宿纹。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胸，贫人成大富，谋职禄位丰。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天才纹、禄合纹、异禄纹。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虽然很多人不相信，认为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但其实你的命运确实把握在你的手里，不过是在你的手相里。因为你的手相暗藏了天机，有着预示着你命运吉凶、富贵贫贱的信息，所以你是否富贵与你的手相也是相关的呢。那么在手相中，哪些特征属于好命有钱的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预示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2. 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够发财或者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者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钱，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3. 手如干将，家道必昌。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
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4.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位置，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受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腹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5. 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者类钻石纹，可通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和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者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积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6. 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是如针一般的挺直，且没有其他的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的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多几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7. 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够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8. 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能够享荣华富贵。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9.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着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一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算计，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富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够取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1.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和生命等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够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和、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得比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2.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
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以上有此首相特征的人，一生好命又有钱，真的是令人羡慕。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好的运气。那么在首相中，什么特征影响了自己的财运呢？接着往下看。1. 指缝过宽。在相学中，手是长财聚财的地方，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的宽，则这样的人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也聚不住财，从而导致自己钱财流失。缝隙越大，则这样的人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属于典型的破财相，赚不了大钱，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花钱大手大脚，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2. 食指弯曲。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需要常见用手劳动。如果一个人食指是紧贴着中指，则说明这个人的手财能力很好。相反的，食指向外弯曲则是破财的特征，说明这个人只能是任劳任怨的工作，注定要过穷苦的日子。3. 漏财纹。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的漏财纹。大体有3种情况，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藏不住钱的人，不能聚财。4. 生命线断断续续。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处事态度不够端正，体力不好，生命力不强，有贵人相助，但是本身运势很弱，生活单调无奇，没有生活情趣可言，耐心不足，自卑消极，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生殖能力弱，子嗣较少。影响财运的手相有很多，以上只是列举了其中几个，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而已。小酱汁自己就有其中的一个手相，但愿大家就不要再有了。每个人都想着发大财，不管是发正财还是偏财，只要求得富贵，就能有衣食无忧的人生。我们知道财运好不好，可以看手掌的财运纹，看指缝是否漏财。但在手相中有几种纹与众不同，它们预示着此人有不俗的财运。下面就请你摊开手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特殊的发财纹吧。1. 折桂纹。折桂纹就是在手掌的下方有一条从金星丘底部斜着延伸出来的线，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缓缓向上延伸的纵线而形成的独特线形。古相学中把它称为折桂纹。有诗云：折桂闻名有大财，如主极地绝高魁。西娥月里平相约，一日登云折桂来。折桂纹主荣贵，拥有这种手纹的人，不论男女，贵人运都不错，在生活中容易遇到贵人的帮助，再加上自己也很努力，所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事业成功，财运自然也就跟着好。折桂纹代表一种特殊的才干和渊源的博识，所覆盖的星丘也是与学术研究、文化思维、意识灵性有关，因此折桂纹多指代天赋和名气。这个线形所在的位置又是中国古相法所代表的乾宫，乾代表高贵的人，在奇门遁甲中，乾又是生门的位置，代表灵性、超脱与往生，所以这种纹路的人天性与高贵的人有缘，容易受人赏识欢迎，登高折桂，一鸣惊人，往往具有比较传奇的经历。中国古代的纵横家可能多出这种纹路。男人手掌中有折桂纹是非常吉利的，是福泽深厚的表现。生有此纹的男人往往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才华横溢，必能在大考中夺得头名状元，有过人才干，工作步步高升，能收获功名利禄，财气和福气都不少。
此外，在婚姻上也能够取得贤惠好妻子，既有稳定的事业，也有美满的家庭，可谓是事业、财运、婚姻俱佳，人生运势非常顺遂。2. 三奇纹。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通常可分为2种，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可多方面发展事业，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女性主干练持家，旺夫兴家，如太阳线直直线漏缝者。男性主先成后败，女性主到老孤独。另一种是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如掌中有此纹线，其人会名利双收，具有事业潜能，很是了得，绝非凡品。其人的成功与著作、社交和口才有关，如作家、律师、教授。那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三奇呢？民间传闻，1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2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3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三奇纹明显的人，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掌中生有三奇纹的男人，放到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3. 宝晕纹。手掌中的宝晕纹在手掌中像是螺旋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往往能够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家运亨通，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如宝晕纹像环形，则此人可封侯拜相；如果宝晕纹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时有财。通常掌中生有宝晕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生有宝晕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而且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不要忘了，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晕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震为雷，预示其人多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由于宝晕纹利于事业，所以女人拥有宝晕纹往往以不吉论，会很不利婚姻，多有3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晕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于家中男主人的倾向。4. 金花印纹。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视为金花印纹，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有时说，纹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忧贫，男儿指日封侯相，女子他年国内人。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尤其是享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者嫁夫有贵气。金花印纹是一种少见的吉祥手纹，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还寓意无比吉祥，代表人的贵气。在古代，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100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上等人。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手相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女人有此纹可成贵妇。不同部位的金花印纹所代表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纹，预示其人财运很旺，财源滚滚，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
不过，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者企业，精力都用到这方面，容易忽视健康，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如果在明堂或者太阳丘出现金花印纹，此人会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所以成绩一般都不错，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才思敏捷，是写文章的好手。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如果在太阳丘有金花印纹，此人会很有魄力，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如果此纹出现在明堂部位则不佳，预示其人可能会是个糊涂官员。生命线上有金花印纹是大富大贵之象，男儿官运亨通，女子可以为官。有这样手纹的人远离贫苦，而且福庇子孙。5. 六花纹。与金花印纹相似的还有一种六花纹，形如六角小花，一般是单独出现，这也是一种吉利的掌纹。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容易年少成名，平步青云，多遇贵人相助，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光耀门楣，中年便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换句话说，就是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晚年更是享尽荣华富贵，受人尊敬，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领导型人物，往往是团队的主心骨与核心力量。但其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格霸道，做事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可以说是缺点和优点相辅相成，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就了他。6.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贵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字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如果少年手上生有此种掌纹，必能早年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玉千金直上加，涉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长有此种掌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财运会更旺盛。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但是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以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终究要靠自己打拼。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长寿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清晰深长。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可以说，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体格强健，身体健康，不易患病。因此，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生活美满。2. 生命线无分支。对于生命线来说，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
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比较少生病，身体会更加健康。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3. 手掌厚实饱满。从手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一般来说，手掌饱满厚实，手背有肉，预示着有福气，财运好，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健康运势很不错，远离病痛，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4.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5.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6.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7. 掌心有痣。从相学上看，掌心的痣主富贵，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且长命百岁。8. 手腕线伸长。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9.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故而定能福寿双全。2. 短命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很短。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跟身体健康、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生命线越是短的人，生命力越差，健康运势不好，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2.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但是后面又连上了，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命中多病，
主其人寿命不长，可能早逝。3. 生命线末端的星形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星形纹，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一般来说，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4.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即使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给生命带来影响，很可能会英年早逝。5.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很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6. 智慧线上有星纹。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因此，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他们应该注意养生，否则很有可能猝死。7. 智慧线向下弯曲。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还与人的思想、心灵、精神状态等有关。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他们不乐观，而是悲观和沮丧的。因此，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8. 手掌杂纹比较多。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病变，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也是短命的象征。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这样才能得出断掌的人好不好呢？断掌是手相的一种，一般正常的手相上都会有生命线、智慧线和感情线，但断掌的人却只有2条，其中一条乃是生命线，另外一条则是智慧线与感情线重合在了一起。这重合在一起的主线看上去就好像是把手分成了上下2部分一样，所以被称之为断掌。那么断掌人究竟有何命运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断掌纹的性格特点。断掌手相的人的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这个断字上，具有果断的特点，因此拥有断掌的人主观性强，脾气较大，做事很执着。从好的方面看，这种人做事很有决心、恒心，认定的目标一定会排除万难，不会半途而废，因此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明知是错的事情也会错到底，是死不悔改的硬脾气，属于性格倔强的那类人。2. 断掌纹的情感特点。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
爱的时候，他会全心投入，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幸福，甚至一生一世。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他便恨得相当强烈，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刚愎自用、暴躁，也容易感到灰心。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当心。这种人性格多疑，对人大多不信任，所以段掌文的朋友婚姻观比较的极端。男的还好点，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但是女的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要的人，对待感情较真，追求完美，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很难自控。一旦失去情感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后果。3. 段掌文的事业特点。段掌文的男人性情中耿，工作能力很强，责任心极强，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是自个儿独自去处理，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非要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也老是牵肠挂肚，非要亲自去干一下它。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男人，段掌文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对待歪门邪道、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的排挤，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事业成大事的人，段掌文居多。段掌文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但段掌文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4. 段掌文的优点。段掌文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在一起，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一般比较的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利于事业发展。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够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那是更好。很多有名的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5. 段掌文的缺点。段掌文的人比较的极端、固执、较劲儿，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段掌文，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得理不让人，不达目的绝不罢手。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段掌文，非常容易遇见以上的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段掌文，那么你可能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的反感，甚至就不能看见这种人，非常容易与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儿的时间，哪怕自己是错的，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6. 女人有段掌文。1. 女人右手断掌手相。根据麻衣天相上说，你这就是克夫的命，同时意味着与父母双亲的缘分比较薄弱，可能从小就会过继给他人收养，跟随着其他亲人长大。女人如果拥有此掌纹的话，属于比较的命硬，且克性是比较大的，自身带着不利的气息，对周围亲人都有阻碍的作用，而且自身的感情纹路也崎岖多阻碍，离异现象颇多。拥有这种掌纹的人比较主观，脾气很大，做事也很偏执。2. 女子左手有段掌纹，代表着父亲缘分薄；右手有段掌纹，代表与母亲缘分薄，或者自小就跟随爷爷奶奶长大，属于命硬的人，对情看得很重。如果爱上一个人，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所爱的人快乐，让他爱的人感到无比的幸福。他可以一生一世都不会改变这份感情。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他就会把爱变成恨，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会不计较后果，使对方感到难堪。所以这种个性的女人在感情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离婚的几率很大。
但这种断掌纹的女人责任心都很强，做事都会有始有终，而且很有管理能力。这样的女人都重权力，所以大多数的领导都有断掌纹。女人左手有断掌，喜欢独来独往，不轻易交朋友，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所以要是企业的老板，他不会是个好的老板，因为甩手的老板才是真正的好老板。他会事事都亲力亲为，信不着别人。这样的人都疑心重，属于操心型。所以具有断掌纹的女人，事业要是做得成功是比较难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话，她便会守住这些产业，而且会越做越大。7. 男人有断掌纹。有此手相而手比较小的男性，个性强，对善恶均有强烈感，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如果误入歧途，将会成为黑社会的主脑人物，如走上正道会是个大事业家。女性很难要求她持有女性化的魅力，为人心直口快，很重理智，公事公办，丝毫不偏私，不善调情。因此一旦恋爱，婚姻多半不幸福。断掌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感情线自然代表着对感情上的思维，反映此人对感情线较重，热诚与否。智慧线代表了智能、理智如何，反映此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何。一个男人如果有断掌手相，那么说明此人并非等闲之辈，有其个性上非常鲜明的优缺点。每个人都应该反省自己，懂得认识自己自身的性格缺陷。性格决定命运，可见性格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8. 4种不同断掌纹看命运。1. 断掌与玉柱纹十字交叉相距，大家称作家里纹，是大富大贵的相。玉柱纹越长，荣华富贵越盛，但是如果面相不佳，反倒非常容易反映断掌中固执的一面，危害运程。2. 断掌纹的正下方出现交叉式往下的漏气纹，无论男孩和女孩，假如在右手，爸爸身体不好，假如在左手，妈妈身体不好。3. 断掌纹上边出现一个理财纹。另外，断掌纹在每人必备的1/3处，意味着这样的人很会投资理财，对金钱的敏感性很高，有着非常大的概率会白手起家创业。女士也可以变成职场女人，工作大得，仅仅情感层面稍有不够，适合晚婚晚育。4. 断掌纹的上边或是结局出现直纹，这样的人无论男孩和女孩，性情都较为心浮气躁，固执己见。假如要想工作好，就需要一生奔波，另外不能花钱如流水放纵，那样才可以工作有一定的小成。除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断掌手相的人在健康方面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会突然的患病，尤其是在呼吸系统、心脑血管方面要多注意，还很容易会患上肠胃病。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加强身体的锻炼，让身体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14种命中带财的手相。正所谓掌中有日月，文可看命理。虽然人人都渴望追求钱财权势，但钱财权势仿佛也认主人，一辈子和钱财有没有缘，不是生辰八字注定，就是由身体发肤早早写好。而手相就是这样的道理，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蕴含着人与钱财是否有缘的奥秘。今天小酱汁老师就来为酱友们揭秘哪些手相特征的人一生注定有钱有势呢？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也会很顺利，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也叫理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和守财。手财纹长代表进账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进账少或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财，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手如干将，家道必昌。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
如果肝功能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浑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二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均可统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位于水星丘及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且没有其他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掌心凹陷能聚财积富。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到家人庇佑，衣食丰足，今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会取得有钱娇妻。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掌纹呈 M 型，M 字手相是指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型。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事业心强，属于打不死的小强一类，经过自己的努力能取得成就。不过在别人看来，你就是一个工作狂，相学中也成为劳碌命。不过不同的是，这种劳碌命财运不错，必须注意身体健康，调整心态。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这条纹大多数人都有，但基本上都不明显。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因此财运极好，在赚钱方面非常的厉害。女人有此手纹的话，夫运较好，容易嫁到有钱人家。男人此纹清晰，则事业有成，资产丰厚，一生不为钱发愁，日子越过越富裕。拇指凤眼纹，人的拇指生于手掌的金星丘部位，
主一生田宅官禄的丰足程度，而拇指上的横纹之间如果形成闭合圈纹，形如眼形状，则是典型的凤眼纹，换言之，也是难得一遇的前眼纹。拥有这样纹路的人，手气极佳，运气傲人，做生意往往只赚不亏，一生广交朋友，财源广阔，不但有横财，更有贵人相助。到了中年之后，可有钱有势。不过以上只是从命理学的角度来说的，因此不一定100%正确，仅供大家参考。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见。